我是静安疗养院唯一的男护工，上一任男护工和我交接完工作后，临走前盯着我看了很久，那眼神很奇怪，像是羡慕又像是怜悯，最后他只留下了一句话：别相信这里在救人，他只是在养东西。说完，他拎着包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一个人站在值班室门口，半天都没缓过神来。其实从接到录用电话开始，我整个人就一直是懵的。我学的是康复护理，毕业后投了10几份简历，不是石沉大海，就是工资低的离谱。静安疗养院是唯一一家主动给我开高薪的，底薪高，奖金高，包吃包住，还是单人宿舍。说实话，像我这种刚毕业的新人，根本没有挑挑拣拣的资格，所以即便来的路上我就觉得这地方有点偏，也没多想。直到我真正进了大门，我才发现不对劲，这地方不像疗养院，更像一个戒备森严的私人机构，高墙、铁网、电子门禁，路口和拐角到处都是监控，门口站岗的也不是普通保安，而是清一色身材结实的女安保。而且从我进门到办手续，我几乎没看到任何男性，除了我和那个上一任。负责接待我的是护士长林兰，她30出头，穿着剪裁利落的白制服，头发盘得一丝不乱，走路的时候高跟鞋踩在地上，声音很脆。她看起来很干练，也很漂亮，那种漂亮不是温柔的，而是带着一点压迫感。沈岩对吧？是。她一边翻我的档案，一边淡淡看了我一眼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负责3号康复区和夜间特殊巡护。我愣了一下，特殊巡护。林兰把档案合上，语气很平静。等会儿你交接完就知道了。说完，他带我去了值班室，然后我见到了上一任男护工周琦。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来这是个20多岁的男人，太瘦了，真的太瘦了。他的脸颊往里塌着，眼窝发黑，皮肤蜡黄，嘴唇干得像裂开的纸。一件工作服穿在他身上，空荡荡的像挂在骨架上，可他个子很高，肩骨也宽，如果不是瘦成这样，他本来应该是个很壮实的人。我下意识地看了他几眼，然后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个人不像是单纯累的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吸干了。周琦和我握手的时候，手指冰得吓人，他没有和我多寒暄，只是把工作记录钥匙、门禁卡和几个注意事项交给我，说话也很简短。3号康复区的人不要单独带出楼层，晚上10点以后非通知不要开门，后区治疗楼不允许进。我听得有点莫名其妙，为什么？周琦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抖了一下。因为你进去了，就很难当作没看见。我还想再问，林兰已经站在门口催我了。交接完了吗？周琦没再说什么，他把最后一份登记表递给我，沉默了几秒，才说出那句让我一直记到最后的话：别相信这里在救人，他只是在养东西。他说完就走了，我盯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有些发毛。可说到底，那时候我也只是觉得他精神状态不太正常，毕竟瘦成那样，离职前说些怪话，好像也不奇怪。我在桌前坐下，想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抽屉，拉开最底层抽屉的时候，我看见里面压着一份没带走的员工体检档案，是周琦的。我本来没想偷看，可看到名字后，还是忍不住抽了出来。档案上的年龄让我一愣，24，和我一样大。我皱了皱眉，继续往下看。入职时间1个月前，我手指顿了一下，再往下是一张入职照片，照片里的周琦穿着无袖训练服，肩背宽阔，手臂线条紧实，笑得很阳光，那种状态说他是健身房教练我都信。我又想起刚才那个瘦得像纸人的周琦，后背顿时冒出一层凉意。短短1个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能把一个大活人变成那副样子？还有，他说的养东西又是什么意思？我正看得出神，林兰推门走了进来，她看到我手里的档案，目光停了一瞬，但很快就移开了。看完了。我有些尴尬，连忙把档案放回去。就是有点好奇。林兰淡淡道：在这里工作，好奇心太重不是什么好事。她说话时语气并不重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听出了一点警告的味道。她没再纠缠这个话题，转身示意我跟她走。先带你熟悉环境。我跟着他出了值班室。这家疗养院占地很大，分了前区、中区和后区。前区是办公楼、食堂和员工宿舍，中区是康复楼、理疗大厅和活动区，后区则被单独一道电门隔开。远远能看见几栋灰白色的楼，窗帘全部拉着，连阳光都照不进去。走到店门前时，我多看了2眼，林兰立刻停下脚步。后区禁止入内。她语气还是平平的，可这一次已经不是提醒，而是明令禁止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。可我还是问了一句，那里面是什么地方？林兰沉默了2秒才回答我，治疗区。什么治疗要单独隔这么严？他转头看着我，嘴角很轻地弯了一下。你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查案的。我被他一句话堵住了。接下来的路上，他和我简单介绍了疗养院的情况。这里收治的病患几乎都是年轻女性，有的是先天免疫异常，有的是代谢类疾病，还有的是所谓的早衰综合征，高危人群。静安疗养院背后的静安生命基金会会承担他们绝大部分费用，所以这里对外名声很好。听到这里时，我心里其实还有点感慨。现在愿意真金白银做这种长期公益的机构确实不多。可很快林兰又补了一句，院内实行全封闭管理，病患和员工未经批准都不能离开。我皱起眉头，员工也不行？也不行。如果非要出去呢？院内实行全封闭管理，病患和员工未经批准都不能离开。我皱起眉头，员工也不行？也不行。如果非要出去呢？林兰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，你最好别试。那一瞬间我居然从她眼底看到了一丝很淡的含义，不是吓唬人，更像是她真的见过什么后果。我没再问了，说实话，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后悔来这里了。可转念一想，合同签了，宿舍也分了，工资待遇又这么好，说不定只是私人机构规矩多。我这样安慰着自己，跟着林兰走进了3号康
康复楼。刚推开门，里面的声音就涌了出来，不是病房里那种压抑安静的氛围，反而很热闹，笑声、说话声、器械移动的声音全都混在一起。可当我看清大厅里的场面时，还是愣住。大厅中央10几个年轻女孩正在做康复活动，她们都穿着统一的浅色运动服，动作舒展，脸色红润，甚至比外面很多正常人看起来都要健康。这和我想象中的病患完全不一样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。林兰拍了拍手，集合一下。那些女孩纷纷停下动作，朝这边看过来，几十道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。那一瞬间，我竟然有种说不出的不自在。她们看我的眼神，不像在看新来的护工，更像在看一件突然被送进来的新鲜东西。她们看我的眼神，不像在看新来的护工，更像在看一件突然被送进来的新鲜东西。林兰把我带到前面，介绍道：“这是新来的男护工，沈岩以后负责你们活动陪护和部分夜间照护。”话音刚落，下面立刻响起一阵带着笑意的声音：“沈护工好，欢迎沈护工，终于换新的了。”最后那句声音不大，可我还是听清了。我下意识抬头去看，说话的是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，她皮肤很白，眼睛很亮，笑起来两边都有浅浅的酒窝。见我看过去，她还朝我眨了眨眼，我有点不自在，只能简单打了声招呼：“你们好。”女孩们笑得更明显了。林兰在旁边看了我一眼，神色有些意味不明：“今天先做适应性训练，沈岩，你陪他们做一遍流程。”说完，她就站到一边去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活动流程其实不复杂，拉伸、平衡训练、轻器械协同动作，我在学校里都学过，也做过实习，所以带起来不算吃力。可问题不在训练本身，而在这些病患看我的眼神，实在太不对劲了。我每做一个示范，他们的目光就跟着移动，我走到哪，他们看向哪。那不是普通病患对工作人员的好奇，而是一种更直白、更灼热，甚至让我隐隐发麻的注视。那不是普通病患对工作人员的好奇，而是一种更直白、更灼热，甚至让我隐隐发麻的注视。我一边带动作，一边告诉自己别多想，也许只是因为这里以前没有男护工。直到分组协同训练的时候，那个酒窝女孩主动站了出来：“沈护工，我叫苏糖，是这一组的小组长。”她走到我面前，笑得很甜：“我们以前没做过双人平衡训练，你能不能先跟我示范一遍？”我想了想，这也算正常工作内容，就点头答应了。训练内容是很基础的双人重心转换，两人面对面站立，双手交握，然后按节奏调整站姿和步伐。这种动作本来没什么，可苏糖一站到我对面，我就闻到她身上有股很特别的味道，不是香水，更像是某种混着药香的甜气，很淡却特别钻人。她的手很软也很热，比我想象中热得多。我一边说动作要领，一边带着她慢慢调整姿势。可刚做了2轮，苏糖脚下一歪，整个人就朝我倒了过来。我下意识去扶，结果她顺势抱住了我，身体紧紧贴上来，一瞬间那股甜香猛地浓了，我脑子嗡的一下，心跳也跟着乱了。她抬头看着我，眼里水光盈盈的，声音压得很轻：“对不起啊，沈护工，我有点站不稳。”她说着话，呼吸几乎扑到我脖子上。那一刻，我居然真的生出一种很危险的冲动，想把她抱得更紧一点。想顺着那股味道继续往下做点什么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我猛地咬了下舌尖，疼得脑子一清，立刻把她扶稳站好。没事，注意重心。我声音都绷紧了。苏糖看着我，眼里似乎闪过一丝失望，而周围那些女孩的反应更让我头皮发麻。她们没有起哄，没有偷笑，反而一个个盯着我们，神情里有羡慕，有嫉妒，还有一丝压不住的急切，像是在等我。刚才真的失控，我心里莫名一沉，这气氛太不正常了。后半段训练我几乎是强撑着做完的，一下课我就想出去透口气，可刚走到门口，林兰就迎面站在那里，她上下看了我一眼，淡淡问道：“第一天感觉怎么样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挺特别的。林兰笑了一下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她这句习惯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我没法细说，总不能告诉她自己刚才差点对病患起了不该有的念头吧。林兰看我不说话，也没继续追问，只是带我去了食堂。食堂分病患区和员工区，路过病患区时，我又闻到了苏糖身上那种味道，而且更浓。我看到窗口那边有人正给病患们分发一种乳白色的汤剂，那股甜里带药的气味就是从大桶里飘出来的。我正想过去看看，林兰忽然伸手拦住了我。员工餐在这边。我正想过去看看，林兰忽然伸手拦住了我。员工餐在这边。他带我进了另一边。员工区的伙食非常夸张，海参粥、乌鸡汤、羊排、炖盅，还有各种补品。说实话，这已经不是普通食堂的标准了。林兰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，多吃点，夜班体力消耗大。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只能埋头扒饭。可他那句多吃点，配上周琦那副被掏空的样子，莫名让我没来由的发冷。吃完饭后，林兰告诉我，今天白班工作结束，可以在院里转转，但不要去后区，也不要靠近外围大门。我点头答应，可他刚走，我还是一个人在院里慢慢逛了起来。天色还没完全黑，院里却安静的过分。白天那些女孩像突然蒸发了一样，一点影子都看不到。风从树缝里穿过去，吹的路边指示牌轻轻作响。我一个人走着，不知不觉就靠近了后区店门。远处那几栋灰白楼在暮色里显得更阴，而且越往那边走，我越能听到一些若有若无的声音，很轻，像压抑着的喘息。我停下脚步，仔细听了听，脸色一下就变了。那不是单个人的声音，更像是一群女人同时发出的低喘和呻吟。我后背一阵发麻。这里是疗养院，后区是治疗楼，可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？那些白天消失的病患是不是都进了那里？他们在做什么治疗？
好奇心一点点把我的脚往前推，我走到店门附近，正想再靠近一点，肩膀忽然被人重重拍了一下，我吓得一激灵，猛地回头，2个女安保站在我身后，脸色都很冷。沈护工，后区禁止靠近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连忙解释说自己是新来的，只是随便转转。其中一个安保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眼神非常不友善。再有一次，就不是口头警告了。他说完这句，另一个安保已经盯着我，直到我后退了好几步，他们才把目光收回去。我心里发堵，只能回宿舍。宿舍是单人间，条件很好，独立卫浴，空调、书桌、冰箱一应俱全。可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不对劲。像这种地方，凭什么给我一个刚毕业的新人开这么高的待遇？总不能真是天上掉馅饼。我洗了个澡，躺到床上后却一直睡不着。白天苏糖贴上来的触感还在脑子里反复浮现，我越想甩开那画面越清楚，他的手，他身上的气味，他看我时的眼神，甚至还有后区那阵奇怪的喘息声，两种东西混在一起，让我心里越来越烦躁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外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，咚咚咚，很轻却很清晰。我猛地坐了起来。谁？外面安静了1秒，才传来一个压得很低的女声。沈护工，是我，苏糖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沈护工，是我，苏糖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么晚了，他来我宿舍干什么？我下床走到门边，却没敢立刻开门。你有什么事？苏糖的呼吸很急。你先开门，让我进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皱起眉头，凑到猫眼往外一看，呼吸差点乱了。门外的苏糖只穿着一件很薄的病号纱裙，脸颊潮红，额头有汗，长发散乱的贴在脖颈边，她整个人像刚从热水里捞出来一样，眼神湿得发亮。这一幕太危险了，如果被人看见我根本说不清，更何况白天我已经差点失控过一次，我根本不敢让她进来。有什么事你直接说，我不方便开门。门外沉默了2秒，接着苏糖的声音明显更急了。沈护工，求你了，你先让我进去。我握着门把手，手心全是汗，理智告诉我绝不能开，可他的声音听上去越来越不对，不是撒娇，更像是真的在压着什么极度痛苦的东西。你到底怎么了？苏糖靠在门上，声音发颤。我发作了，如果今晚你不帮我，我会死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荒唐。什么叫不帮他就会死？疗养院里有医生，有值班护士，有抢救室，怎么都轮不到我一个男护工来救命？我咬了咬牙。你有事就去找值班医生，我不是医生。你有事就去找值班医生，我不是医生。门外顿时没声了，我以为他走了，可很快我就听见一阵细细的抓门声，像指甲一点点抠在木门上。沈护工，求求你，我真的不想死。他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。我站在门后，整个人绷得死紧。如果他现在只是普通病情发作，我不开门会不会真出事？可他这样子进我的房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完了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没开。你去找护士长，找谁都行，别找我。外面的哭声越来越压抑，中间夹着急促的喘息。过了很久，那声音终于慢慢消失了。我后背已经出了一层冷汗。正当我以为他终于离开时，外面忽然又传来脚步，然后一只充血发红的眼睛突然贴到了猫眼上。我被吓得差点叫出来。苏糖死死盯着门里，声音像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一样。沈护工，你记住，我要是死了，是你见死不救。说完他转身就走，纱裙从走廊尽头一晃而过，很快消失不见。我站在门后，心跳快得发闷。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走出宿舍楼，就看到楼下停着一辆院内急救车，2个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正往车上送人，白布从头盖到脚。我心里莫名一颤，快步走过去，林兰就站在一边，脸色有些冷。我喉咙发紧，还是问出了那句：谁出事了？林兰看了我一眼。苏糖，我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。他怎么了？夜间急性衰竭，抢救无效。他说得很平静，可我却一点都平静不下来。昨晚苏糖来敲门，说不让我救他，他会死。今天他就真的死了。我下意识想靠近担架，可林兰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。别过去，他力气比我想象中大得多。人已经走了，不要妨碍处理。我嘴唇有些发干。我就看一眼。不行。林兰这次拒绝得很硬，可就在医护人员把担架往车上抬的时候，一阵风吹了过来，白布被掀起了一角。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像被冰水从头浇到脚。白布下面那张脸根本不是昨晚那个丰润鲜活的苏糖，而是一张迅速枯缩下去的脸，脸颊塌陷，皮肤发灰，眼窝深陷，就像身体里的水分和血肉在一夜之间被什么东西全抽干了。那死状和周琦几乎一模一样。更让我头皮炸开的是苏糖的眼睛没有闭上，他直勾勾的睁着，里面像是凝着恨意，仿佛真的在怪我。风一过，白布重新落下，担架被推进车里，车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可我整个人还僵在原地。这绝不是普通死亡。苏糖昨晚说的话根本不是疯话，这个地方真的存在一条荒诞的可怕的规则，而我已经碰上了。林兰慢慢松开手，语气却依旧平静。今天上午你去理疗室帮忙。我猛地看向他。苏糖的死真的是急性衰竭。林兰脸上没有任何波动。院里的结论就是这样。可他昨晚……沈岩，
他打断了我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点冰冷。有些事不是你该问的。那一刻我彻底闭嘴了，因为我看出来了，他知道什么，而且他不想让我知道。可问题是我已经看见了。按照排班，上午我要去2层理疗室协助，一进门我就闻到了那股熟悉的甜药味，比昨天更浓。理疗室里坐着10几个女孩，安静的有些反常。我一进去，她们全都朝我看过来，那眼神跟昨天一样灼热直白，还多了一点说不出的复杂。我硬着头皮点名安排理疗顺序，中途我试探着问了一句：苏唐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吗？一个短发女孩抬起头：知道啊，他没撑过去。她说这话时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今天下雨了。我皱了皱眉：你们不难过吗？旁边一个脸尖尖的女孩扯了下嘴角：在这里死个人有什么稀奇的？在这里死个人有什么稀奇的？她刚说完，旁边的人就立刻拉了她一下，她脸色一变，马上闭嘴。可就是这半句话让我后背发凉。什么叫死个人有什么稀奇的？难道这种事在这里经常发生？我还想继续问，理疗室门口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林兰带着几个穿西装的人走了进来，为首的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挂着很和气的笑。可他进门后，目光扫过这些女孩时，我心里本能地生出厌恶，那眼神不像医生在看病患，更像商人打量货物。林兰站在旁边，语气恭敬：这是今天状态最好的一批。那男人笑着点点头：看来项目进展很顺利。他说着又看了我一眼：新来的。林兰点头：昨天刚到。男人笑得更深了：年轻不错。只是这句不错从他嘴里说出来，竟让我觉得说不出的恶心。他们在理疗室转了一圈，很快就走了。可那群女孩明显都紧绷起来了，好几个人脸色发白，手指都在发抖。我看在眼里，心里越来越沉。中途休息时，那个先前说死个人不稀奇的尖脸女孩忽然捂着肚子弯下腰，额头的汗一下就出来了。我连忙过去扶她。怎么了？她咬着牙，声音发颤：肚子疼，扶我去里面休息一下。我本来想叫护士，可她死死抓着我的袖子。指甲都快掐进我肉里了。别叫人，求你扶我进去就好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他扶进了里间的恢复室。刚进门，他反手就把门带上了。我心里一沉，下一秒他已经转身抱住了我，动作又急又狠，像生怕来不及一样。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你干什么？女孩仰头看着我，眼圈通红，呼吸急促的像快喘不上气。救救我，你只要救我一次就行。她的身体烫得惊人，而且她身上那股甜药味比苏糖还浓，只是闻了几口，我脑子里就像有根弦被人拨了一下，呼吸也跟着重了。我立刻屏住气，想把她推开，可她抱得更紧了，声音里全是绝望：求求你，真的只有你能救我，我不想变成苏糖那样。听到苏糖的名字，我心脏猛地一缩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女孩眼泪一下掉了下来。你别问了，你只要帮我，我就能活。她说着突然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我面前。我脑子几乎炸开，昨晚苏糖在门外说不让我救她，她会死。今天这个女孩跪在我面前也说一样的话。如果昨天我还觉得荒唐，那现在我已经不敢不信了。可问题是我怎么救？我不可能和病患发生那种事，这是底线。可如果不这么做，她又会死。一时间我像被硬生生拽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死局里。答应是越线，是毁掉自己；答应是越线，是毁掉自己；不答应是眼看着她去死。我喉咙发紧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女孩抬头看着我，眼里全是崩溃。你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？这句话让我猛地一愣。他们？女孩像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脸色瞬间变白。我连忙追问：他们是谁？之前的男护工还是别的人？她嘴唇发抖，却怎么都不肯再说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林兰的声音：都出来集合。女孩像被电打了一样，脸上的血色瞬间退了。她连滚带爬地站起来，冲我低声说道：我叫程雪，如果你还想活，就快离开这里。说完，她飞快擦掉眼泪，开门冲了出去。我一个人站在恢复室里，呼吸乱得不成样子。等我走出去时，那几个西装男人已经站在门口准备离开了。为首的男人回头看了一眼这些女孩，笑着对林兰说道：明天的展示会不要出差错。展示会？我心里一沉，疗养院给病患开什么展示会？这地方到底在搞什么？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怎么动筷子。林兰坐在我对面，看了我很久，忽然问了一句：你害怕了？我抬头看她，她的语气很平静，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。可偏偏是这种平静让我更不安。苏糖到底怎么死的？可偏偏是这种平静让我更不安。苏糖到底怎么死的？林兰没回答，只是慢慢放下勺子。沈岩，你现在最该做的不是追问，而是管好自己，活到明天。他说完就端起餐盘走了。我坐在原地，心一点点沉到底。这不是安慰，更像提醒，甚至像某种带着期限的警告。到了傍晚，我做了个决定，我要去后区看看。不是我胆子大，而是我已经明白了，如果继续什么都不知道地带下去，我迟早会和周琦一个下场。与其稀里糊涂等死，不如先搞清楚这里到底在做什么。我回宿舍后一直守在窗边，我看到病患们晚餐后被分批带往后区，队伍整齐的过分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鞋底摩擦地面的细碎声音。女安保的巡逻路线我也摸清了一些，他们每隔10分钟会绕后区主楼一圈，中间有一段不到1分钟的空档，我等的就是那个时候。夜深后，我悄悄出了宿舍，风很冷，吹在身上像刀子一样。我贴着墙根绕到后区，等巡逻队一过去，就立刻猫着腰冲了进去。后区主楼比我白天看起来更压抑，整栋楼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一点光都不漏。可越靠近，那些压抑的声音就越清楚。
喘息、哭声、低低的呻吟，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机械滴答声。我手心全是汗，还是硬着头皮推开侧门溜了进去。里面的走廊很长，灯光惨白，墙面光滑的像医院，又比医院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冷。走廊两边是一间间房，门上挂着牌子：治疗仪室、导入室、恢复室、行为矫正室。看到行为矫正室几个字的时候，我心里已经开始发沉，这哪里还是正常疗养院会有的部门？我贴着墙慢慢往前走，有几扇门没关严，缝隙里透出光，我下意识凑过去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白了。房间里几个女孩穿着单薄的治疗服，躺在束缚床上，手腕和脚踝都固定着，她们脸颊通红，眼神涣散，身体不断轻轻发抖。旁边有护士在记录什么数据，空气里全是那股浓的发腻的甜药味。我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，赶紧继续往前，1层、2层、3层，楼里声音越来越复杂，可越往上走，人反而越少。等我爬到6层时，周围已经安静下来，走廊尽头只有一扇厚重的金属门。而就在我准备过去看看时，楼梯口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不止一个人，而且很近。我心脏猛地收紧，左右一看，赶紧推开旁边一扇门闪了进去。门里没有病床，也没有器械，而是一排排金属储物柜。房间冷得厉害，像开着低温设备。我屏住呼吸，蹲到最里面一排柜子后面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最后停在了门口。门被推开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最后停在了门口。门被推开，灯啪的一声亮了。那一瞬间，惨白的光从柜缝里透进来，我浑身都绷紧了。可真正让我差点魂飞魄散的是，我一转头，正对上一双瞪得滚圆的眼睛。那双眼睛我认识，是周琦。他就被塞在旁边那排半开的柜子里，身体蜷着，皮肤干瘪发黑，嘴巴微张，像是死前还在拼命喘气。我浑身血一下冲到了头顶，又在下一秒凉了下去。周琦死了，不是离职，而是死了。那一刻我什么侥幸都没了。这地方从来就没人能全身而退。外面的人开始说话，是2个女人。新来的那个还挺能忍，能忍有什么用？回春夜的诱导一上来，再正经也得废。上一个不是也装得挺像吗？最后还不是1个月就成这样了。他们说着发出低低的笑声，我牙关都咬紧了。上一个说的就是周琦，另一人把推车往里一推，声音里带着嫌恶。别废话了，先把这些旧料处理掉，明天贵宾就到了，不能让楼上留脏东西。旧料，我浑身发寒。接着我听到了塑料袋被展开的沙沙声，还有金属碰撞声，像刀具。我慢慢从柜缝往外看了一眼，2个穿护理服的女人正戴着手套，从后排柜子里往外拖东西。2个穿护理服的女人正戴着手套，从后排柜子里往外拖东西，拖出来的是尸体，全是男人，有的还穿着护工制服，有的穿着保洁服，身上无一例外全都瘦得只剩皮包骨。我胃里一阵翻涌，差点当场吐出来。那2个女人动作却熟练得可怕，像在处理一堆早就见惯了的垃圾。这批女孩子熟得不错，明天肯定能卖个好价。只可惜耗材太废了，废就废，反正外面缺钱的男人多的是，招一个死一个，又不是招不到。我听到这里，脑子里像有雷炸开。原来男护工根本不是来照顾人的，而是耗材，是他们维持那些女孩状态的消耗品。这他妈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我呼吸越来越急，生怕被听见，只能死死捂住嘴。那2个女人处理完几具尸体，推着黑袋子慢慢走了出去，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，我才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浑身发软的瘫在地上。我不能待了，必须马上走。可刚站起来，手机忽然震了一下，我吓得手一抖，差点把手机摔了。屏幕上只有一条陌生短信：快出去，别上7楼。我盯着那行字，心脏狂跳，是谁发的？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可眼下我根本没时间想这些，我咬咬牙转身就往楼下跑。刚冲出后区主楼没多久，我就看见一排车灯打了过来，10几辆车正往这边开。刚冲出后区主楼没多久，我就看见一排车灯打了过来，10几辆车正往这边开。如果我再晚一点，多半就撞上了。我躲进绿化带后面，看着那些车停在主楼前，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往里走，心里一阵后怕。刚才那条短信确实救了我一命，可是谁在帮我？我带着满脑子的混乱回了宿舍，刚进门没多久，外面就传来敲门声，我一下绷紧了神经。谁？门外沉默2秒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开门。是林兰。我心里猛地一沉，她来干什么？她发现我夜探后区了，是来灭口的。我一时没敢动，门外的林兰像看穿了我一样，直接说了一句：短信是我发的。我呼吸一滞，立刻打开了门。门刚开，林兰就拖着一个人进来了，是程雪。她已经昏迷了，脸红的不正常，额头全是汗，隔着衣料都能看出她身体在轻轻抽搐。林兰反手锁上门，把人放到我床上。我刚给她打了1支针，今晚暂时死不了。她一边说一边转头盯住我。现在没时间了，我长话短说。我看着她脑子还在发懵。你到底是谁？林兰自嘲似的笑了一下。一个在这里待太久还没彻底烂掉的人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每一句都像往我心口钉钉子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每一句都像往我心口钉钉子。静安疗养院只是外壳，它真正的名字叫回春项目3号培育站。基金会打着治疗和公益的名义，从各地筛选年轻女孩，把她们送进来长期喂一种叫回春液的东西。这种药会让她们代谢加快，皮肤变好，形体重塑，状态越来越像完美样本，但副作用也很严重。一旦发作，身体会像被点燃一样，必须通过和特定男性接触
才能把毒性暂时转移出去。我喉咙发干，所以南护宫。林兰点头，就是成毒的耗材，接触次数越多，毒性积得越快，最后就会像周琦那样被一点点榨干。虽然我已经猜到一些，可真听他说出来，还是觉得遍体生寒。那他们呢？他们知道自己是试验体吗？林兰沉默了2秒，有些知道，有些不知道。知道的逃不出去，不知道的会被慢慢训到知道也不敢反抗。我想起那些治疗室，想起行为矫正室几个字，胃里又开始翻腾。那些大人物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林兰冷笑了一声，你以为他们在买药？不是，他们买的是人，被回春夜长期改造过的女孩，年轻漂亮，身体状态被重新塑形。被回春夜长期改造过的女孩，年轻漂亮，身体状态被重新塑形，又经过服从训练，在他们眼里比任何药都值钱。明天的展示会就是这一批样本的交接会。我只觉得浑身发冷，原来所谓慈善基金会，所谓疗养院，所谓治疗，全部都是幌子。他们把人养成商品，再像货物一样卖出去。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我死死盯着他。你之前明明一直在拦我。林兰也看着我，因为我得先确认你值不值得救。这里来过不止一个男人，有的人第一天就开始占便宜，有的人半推半就，很快就沉进去，最后不是死，就是彻底变成他们的人。只有你到现在还在硬撑，你不是没欲望，你只是还守得住线。他这话说得很直白，我却一句都反驳不了，因为他说的是事实。白天2次我都差点失控，不是我多高尚，而是我知道一旦越线我就回不了头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问他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林兰眼神终于变了，不再只是平静或者试探，而是多了一点压了很久的狠劲。明天展示会开始后，所有核心安保都会往礼堂集中，后区顶层资料室里存着这个项目这些年的名单、交易记录、治疗视频和资金流向。只要拿到那份资料，把它送出去，这地方就完了。只要拿到那份资料，把它送出去，这地方就完了。可我明天必须在下面盯流程，脱不开身，所以只能你去。我盯着他，你自己为什么不去？林兰笑了一下，笑意很冷。因为他们防的从来不是男人，而是我这种知道太多又不够听话的人。而且明天之后，不管项目成不成功，你都活不了。见过后区，知道这些秘密，你已经被判死了。他这句说得很平，可我知道他没在吓我。我已经看见周琦了，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。我缓缓吐出一口气。好。林兰点了点头，像是终于松了口气。他快速把明天的路线、门锁密码和注意事项都告诉了我。最后他起身走到门口，又停下。我忍不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些？你在这里的职位不低，待遇也很好，只要闭着眼，你完全可以继续过下去。林兰背对着我安静了几秒，在开口时声音低了很多。因为我姐姐就是第一批被送进来的人，她死在这里，而我是后来被招进来替他们擦血的人。他说完没有回头，所以这一次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死。门关上后，我坐在床边，半天没动。这一夜我也没睡，不是不困，而是根本睡不着。这一夜我也没睡，不是不困，而是根本睡不着。第二天一早，整个疗养院的气氛都不一样了。院里来了很多车，全是黑色的，低调却压迫感十足。窗户外我能看到一个个只在财经新闻和地方电视里见过的面孔，他们下车时脸上都挂着体面的笑。可我一想到后区那些治疗室和柜子里的尸体，就只觉得恶心。上午10点，林兰亲自来锁了我的宿舍门，她站在门外，语气平静：1个小时后，电子锁会自动打开，记住，只有一次机会。我隔着门应了一声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站在窗边，看着那些人全部朝礼堂方向走去，直到最后一批安保也撤过去。走廊外终于安静下来，滴的一声轻响，门锁开了，我立刻冲出宿舍，朝后区跑去。一路上我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后区今天果然空了不少，但并不是完全没人。我小心绕过监控盲区，溜进主楼，一口气冲上顶层。按照林兰说的，资料室就在7层最里面。可我刚拐上最后一段楼梯，脚步就硬生生停住了。走廊尽头站着2个女安保，她们像早就知道会有人来一样，目光直接锁定了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林兰给我的信息有偏差，或者说她也不知道这里还留了人。2个女安保没有废话，直接朝我冲了过来。2个女安保没有废话，直接朝我冲了过来。我只能咬牙迎上去。我以前学过一点防身和体能训练，可真动起手来，我才发现这2个女人根本不是普通安保，她们出手又狠又准，拳头砸在身上像铁锤一样。我刚挡住一个，另一个已经一脚踹在我内侧，疼得我差点岔气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我最多撑半分钟，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后退是死被抓住，也是死混乱中。我忽然想起林兰昨晚说过的话，资料室门锁别输错，输错会触发防护程序。我当时问他什么防护程序，他只说一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猛地一狠，拼着肩膀挨了一拳，我直接朝门口扑过去，抬手就在密码盘上乱按了一串数字。下一秒，刺耳的警报声骤然响起，走廊顶上的喷口同时打开，大片白雾猛地喷了下来。那2个女安保脸色瞬间变了，麻醉气体。他们转身就想往外跑，我哪里还会放他们走，扑上去就死死抱住其中一个人的腰，另一个想来拽我，我又反手抓住他的裤腿，他们又踢又打，我硬是一声不吭，因为我在赌自己
肺活量，能撑得比他们久一点。白雾越来越浓，眼前开始发花，耳朵也嗡嗡作响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先是一个安保腿一软倒了下去，接着另一个也撑不住了。他们摔倒的瞬间，我几乎也到极限了。我连滚带爬扑到门边，手抖的几乎按不准数字。好在第二次密码对了，门咔嗒一声开了，我把自己摔进去，反手关门，趴在地上拼命喘气，肺像要炸开一样。过了足足半分钟，我才挣扎着抬头。房间不大，里面只有一台主机、一排柜子和几个加密硬盘。我冲过去打开电脑，插上事先准备好的 U 盘，屏幕跳出传输进度条，开始拷贝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响了，是林兰。我刚接通，她那边的声音就急得发颤。沈岩，快走，他们发现异常了，已经启动焚毁程序了。我心里一沉，猛地抬头，果然天花板角落的红灯已经亮了。下一秒，通风口里骤然喷出火焰，轰的一下，热浪扑面而来，我本能后退一步，额头上的汗瞬间就被烤了出来。再看屏幕，传输进度才刚到 40%， 还要多久？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电脑冷冰冰的显示预计4分钟，4分钟在这种火势下，4分钟足够把我烤熟了。电话那头的林兰声音发紧，别等了，先走，只要人活着还有机会。我盯着屏幕，脑子一片混乱。走，我能活，可这次一旦空手走出去，就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。那些女孩，那些柜子里的尸体，那些交易都会被这场火烧得一干二净，而我可能一辈子都得背着周琦和苏桃那双眼睛活着。我咬紧牙关，对电话那头说道：“你到楼下去，如果我能考完，就把 U 盘扔给你。”林兰那边安静了1秒，然后她低低骂了一句：“疯子。”接着她挂了电话。火越烧越大，墙边的塑料件已经开始融化，烟也一点点漫进来，呛得我眼睛发疼。我脱下外套包住手，扑过去把旁边能烧的东西往外拔，尽量给电脑腾出一点空间。进度条一点点往前爬，53%、60%，可火已经烧到了线路槽，天花板也开始发出噼啪的爆裂声。我只能尽量压低身体，不敢大口呼吸，浓烟一进肺咳嗽就会让我彻底失控。我死死忍着眼泪被熏得往下掉，脑子里却不断闪过这几天看到的画面：周琦蜡黄的脸，苏糖死死贴在猫眼上的那只眼睛，程雪跪在我面前发抖的样子，还有那些治疗室里被绑着的女孩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活命在撑了，如果只是活命，我昨天夜里就该想办法逃。可现在我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在装瞎一次，就真的不配再说自己是个护工。我是来照顾人的，不是来帮他们把人养成货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反而不抖了进度条，继续往前。78%，火焰顺着墙面爬到窗边，玻璃砰的一声裂开，灌进来的风让火势更猛了。突然头顶传来咔嚓一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半块吊顶直接往下塌。我想都没想，扑过去用肩膀一顶，整个人几乎被压跪了。高温烫的我肩膀像被烙铁按住，可我不敢松手，因为那块吊顶一旦砸下去，电脑就完了。我死死撑着，牙都快咬碎了，眼前发黑，手臂发抖，鼻腔里满是焦糊味。我发誓，这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慢的1分钟。终于，电脑发出滴的一声轻响，拷贝完成。我整个人猛地一激灵，撤开身体，任由那块吊顶砸碎桌角，扑过去一把拔下 U 盘，然后转身就朝窗边冲。7楼太高，直接跳下去必死。可我往下一看，却发现外墙每层都有外机平台，只要运气够好，或许还能一层层往下跳。楼下已经有人聚起来了，我看见林兰，也看见几个病患，程雪也在，他们正抬头朝我这边拼命挥手。我把 U 盘塞进口袋，翻出窗外，踩上最近的外机平台，钢架被我踩得咣当作响。可现在已经顾不上了，我咬牙看准下方，纵身跳了下去。砰！第2层平台接住了我，小腿被震得发麻，差点站不稳。可我没时间喘，又立刻往下一层跳，1层、2层、3层。我心里刚升起一丝活下来的希望，脚下忽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，固定外机的平台钢架断了，我整个人瞬间失去重心，直往下栽去。风声猛地灌进耳朵，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：完了。可预想中的骨头碎裂并没有立刻到来。我重重摔进了一片晃动的人网里，是人，很多人。我睁开眼，看到下面10几双咬着牙的手臂，那些女孩手拉着手，硬是把我接住了。最前面的是程雪，她眼睛都红了，却还在拼命撑着。林兰蹲在旁边，一把从我口袋里摸出 U 盘，手都在发抖。远处终于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，一声又一声，由远及近。我仰躺在人群托起来的缝隙里，望着后区主楼窜起的火光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忽然就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也出来了。林兰低头看着我，眼圈也红了。我们成功了。我张了张嘴，嗓子被烟熏得发哑，却还是勉强挤出一句：“还没完，把他送出去才算完。”后来发生的事，我是断断续续才知道的。我从高处坠落，肋骨断了2根，肩膀大面积灼伤，在医院里躺了很久。林兰把 U 盘交给了赶到的警方和媒体，因为资料足够完整，名单、资金、视频、转运记录一条不少。这个披着公益外衣的回春项目，终于被彻底撕开了口子。静安生命基金会一夜之间，从慈善明星变成了全国新闻里的罪案中心。那些高高在上
上的体面人一个都没跑掉。至于疗养院里的女孩们，大部分都被转入正规医院做后续治疗和心理干预，有人能慢慢恢复，有人可能这辈子都很难忘掉后区那些房间里的日子。程雪来看过我一次，她坐在病床边沉默了很久，才轻声说了一句：苏唐如果知道，应该不会再怪你了。我听到这句话，鼻子忽然有点发酸。其实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，那天晚上我如果开门，到底能不能真的救他？也许能，也许不能。可不管答案是什么，那都不是他该承受的命，更不是我该被逼着做的选择。出院那天，我把那张写着值班表的旧门禁卡丢进了垃圾桶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得有些陌生。林兰站在医院门口，问我以后还做不做这一行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做。他有些意外，还敢做？我笑了一下，牵动伤口，疼得皱了皱眉。就是因为见过这种地方，才更得做。总不能以后让真正需要被照顾的人也害怕护工和医院吧。林兰看了我很久，最后也笑了。风吹过医院门前的树，叶子轻轻响着。我忽然想起周琦交接时看我的那个眼神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那不是单纯的羡慕，也不是怜悯，而是在看一个还没来得及被吞掉的人。幸好这一次我没有真的变成他们养出来的东西。